般采茶，我们采好回来之后呢，第一件事情就在楼上把茶叶摊开来，那个叫做日光萎凋。日光萎凋的时间呢，要看天气的状态，有时候天气很好的话，可以稍微缩短一点时间；天气不好要加长时间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遮阳网，遮阳网像天气阳光太强烈也不行，它最适合的温度呢，跟人类一样，大概30几度是最刚好，大概20几度到30几度，这个温度是他们最适合的状态了。可是我们在制茶的过程里面，也有跟风也有关系啊。如果风今天是很小量的风，那可能我们要稍微开点窗户，让风进来，让它萎凋的时间，它带走水分稍微高一点点。你像有的时候南风天赶快就窗户关起来啊，不然那茶叶都湿都不会干的。所以这个都跟我们制茶有很大的关系。萎凋完毕之后呢，下一个步骤就浪青。浪青呢，我们大概是可以分成好几个步骤了。第一次浪的话，浪青的间隔大概我们是，当然间隔有长有短啊，要取决于天气条件，还有我刚才讲气候的问题，还有讲风向的问题，都要把思考在里面。然后如果我一般的状态来讲的话，大概分三次做浪青的动作。第一个是轻翻茶了，我把茶叶打起来，轻翻一次，就把它再铺回去。再铺回去呢，第一次翻茶，第一次翻茶要轻翻哦，因为我们要让水分走得顺。那里面茶梗里面有水，茶叶里面有水，那水要走得顺，我们泡出来茶才好喝。不能太大力去动它，水分锁在叶子里面出不来，那个以后我们泡出来那个茶就会苦涩。所以我们要让水分慢慢的走。所以呢，第一番是最重要的一番。第二番了之后呢，大概间隔大概3个钟头到2个钟头不等，2到3个钟头不等。那第二番的话稍微重一点点没关系。到第3番呢就可以稍微更重一点点番。大致上一般的话3番到4番都可以。那我们看茶的转化情况怎样。如果看到茶的颜色已经躺下去了，已经睡着了，我们就要去翻茶嘛。那我常常在讲啊，翻茶很像照顾一个 baby， 因为他不会讲话，我们要用眼睛去看，要用心去体会它。翻茶翻完毕之后呢，那个我们到最后呢，我们进入大浪的阶段，那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力抛了。要看你取决要走的水分跟它保留的湿度有多少。像这个茶，我们做这春石美人呢，它的湿度呢要保持稍微高一点点。这个呢，它的茶的劲道味才会留在里面。让它主要是因为让它里面的茶叶的物质转化，当它转化的时候呢，它才会出现比较好的香味，而且越浪青的茶呢，它越耐泡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焖茶。焖茶呢，其实我们炒前也有焖，炒后也有焖啊。那一般市面上面所讲的，一般我们东方美人特别的工具在炒后焖啦。其实我们炒前也要焖，炒前大概焖4个钟头，3、4个钟头不一定啊，看茶叶的状态，粗细也有关系。那我们在讲那个炒前焖的话，也是要提高它的发酵度啊，因为我们一般东西我们放在一般的环境里面，像我们今天晒茶这样的状态，如果让它发酵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盖个布在它的上面，让它在一个稍微有点密闭的空间里面，让它的温度在里面发酵出来，这样才能够提高它的发酵度啊。下一步骤呢是炒茶。下一个炒茶它主要的意义目的在于终止它发酵。如果我们那个茶叶一直发酵下去，会变红茶。但是红茶有红茶的做法了，它一直做下去的话，因为发酵度到达某种程度了，我们闻那个茶叶的香味到了，或者它颜色已经到那个程度了，我们就终止它发酵。终止它发酵才要用高温去炒它。但高温去炒它的话，它的发酵度停在那个状态了。如果我们发酵70%了，我们炒茶了就停在70%，它不会继续再发酵了，是这样子的状态。炒完毕之后，后面要焖茶，叫做炒后焖。那我们一般的专业术语叫炒后焖。那炒后焖的目的是刚才讲说茶要炒干，才不会有杂味。那因为它水分呢，就造成杂味最主要的原因。所以我们把炒干燥一点，把茶水分完全蒸发掉，越蒸发到越多越好。然后呢，那时候茶
就很干燥啦，冻树啊，冻树的些面都是水的啦，水黑干什么原因？就要拿一个湿布，好把它包起来，好焖在里面，大概焖半个钟头左右，好，然后就它里面已经稍微有水分浸湿了，好，所以那时候揉茶，哦，再接下来就揉茶，揉茶的时候才不会碎掉，有我们的工序是这样子。那揉好之后呢，哦，再进入一个烘焙的阶段。第一次烘焙的话，我们温度比较高一点点，因为要把水分快速的拉走，不能让它在里面呢含水分太久，就快速把它拉走这样子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把茶叶做好，就是这个部分。我们还有一个阶段叫做精焙，精焙呢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啦。其实我们焙茶的目的也不是说让它的风味变得更好或变得更差，只是让它的风味呢变得更精致，味道更棒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我们大概停留的，我们第一茶叶做好之后再放1个月，那放1个月的目的是让它吐水，让它里面的水分再吐出来，所以水分到外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去烘焙它，比较容易把那水分带走。做精焙茶，最后我们才分级包装，是这样子，我们的茶就做好了。